工作了快10年的公司突然破产倒闭了。为了不挨妻子埋怨，我偷偷送起了外卖。可那天我却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，见到了本该在公司加班的妻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可真是个废物！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呢？这是最近和妻子吵架的时候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一个废物，连我结婚时对他许下的承诺都做不到。我和妻子常美婷的婚姻已经来到了第7个年头。刚刚结婚时的那些激情澎湃，已经渐渐归于平静，平静的连争吵都很少发生。但我们相识的画面，仍然让我记忆犹新。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司召开的一次例行早会。枯燥的例会刚要结束的时候，人事经理领着一位没见过的女生走了进来。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常美婷。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，认识一下。本来已经昏昏欲睡的我，抬头看了一眼之后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这位新同事并不是那种美艳的女人，从穿着到妆容，都透露着清纯，一看就是初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。在经过了一轮自我介绍之后，经理给他安排了工位，恰好就在我的对面，于是就安排我这个老员工带一带他，让他尽快熟悉公司的各项业务。这种事情我自然不会拒绝，是领导安排的不说，单就因为她是一个小美女，我也会主动请缨。没有一个单身男性会拒绝和美女的近距离接触。也是在这不断的接触中，我对常美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她真的非常单纯，每一次我的恶作剧她都会上当，但事后也只是笑骂一句，不会生气。她也很倔强，就算是面对公司安排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她也会用尽全力的去尝试。如果放在我们这种老油条身上，早就想出各种方法推脱逃避了。她的笑点也很低，我的每个笑话都能逗得她开怀大笑。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。渐渐的，我觉得自己对常美婷动心了，因为早已厌倦了上班的我，竟然开始期待着第2天上班再次见到她了。希望每天都能跟她多说几句话。暗恋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应该让常美婷知道我的想法，于是找了个理由，试着约她单独共进晚餐。不知道出于礼貌还是什么，她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。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我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她说出心里的话。可就在气氛正好的时候，常美婷却先我一步说出了表白的话。她说从学习到工作的转变，让她非常不适应。是我让她逐渐喜欢上了工作，是我给了她安全感。她希望能成为我的女朋友，能每天都有我陪在身边。
我没想到常美婷还有如此敢爱敢恨的一面，激动地握住了她的手。不行，这句话应该我来说才对。常美婷，我喜欢你，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好啊，我愿意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办公室情侣。恋爱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对方的身上发现了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共同爱好，也是这些共同点，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共同话题。腻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。吵架是任何一对情侣都无法避免的，我们也自然不会例外。还好我们提前就约法三章，绝对不能让矛盾过夜。所以整整3年多的恋爱期，我们一直都还是幸福的。我们早就已经带着对方见了父母，长辈们对于我们也都很满意，所以就开始明里暗里的频频催婚。我们也觉得，既然都已经认定了对方，早一点结婚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干脆顺了父母的意愿，选择了情人节那天举行了婚礼。其实，在日期选择上，我也有这一点小心思，这样起码不管过了多久，我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也不会因此而让他生气。老婆，我以后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，让你做最幸福的女人。这是我在婚礼上给妻子许下的承诺。为了这个承诺，结婚之后，我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。可能有的人觉得家务应该是女人的事情，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做家务，夫妻之间是平等的，多干一点，少干一点也都无所谓。再说，我们每天同样的辛苦上班，我作为男人，也是有义务多付出一些的。为了让妻子能开心，每逢特殊的日子，我都会提前准备各种惊喜小礼物。虽然说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是其中充满了我对妻子的浓浓爱意。1年之后，妻子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她怀孕了。得知自己就要当爸爸的消息，我高兴坏了。这是妻子送给我最好的礼物。但妻子的孕期并不安宁，因为强烈的孕期反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正常工作。而此时，我正面临着一次升职的机会。副总特意找到我，跟我聊了很久。他说希望我能劝妻子主动离职，为此可以直接把这次升职的机会给我。这样不但对公司来说节省了开支，也可以让我的妻子能在家好好养胎备产。我和妻子商量之后同意了这个建议，因为这个升职的机会也确实十分难得。但是没想到，妻子辞职之后，公司确实给我升了职，可是工资却没有增长多少。我对此提出了异议。公司的解释是，现在还是考核期，需要通过考核才能涨工资。这种解释也很合理，我也就接受了。10月怀胎之后，我们从2口之家
变成了4口之家。妻子给我生了一对龙凤胎，一下子就凑成了一个好字。我觉得自己幸福极了，一手一个的抱着2个孩子，望着躺在病床上微笑的妻子，我也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但是生活哪有总是一帆风顺的？我们的家庭也即将开始面对暴风骤雨了。3年的时间过去了，2个孩子越来越可爱，也都到了要上幼儿园的时候。不过在这3年里，我和妻子的矛盾却是越积越多。因为我要每天上班，所以家里的大部分家务开始由妻子负责了。虽然我下班回来会帮妻子一起分担，但是还是无法化解妻子越来越多的抱怨。从孩子们的不懂事，到房子的空间太小，再到我的工资怎么还不见涨，这些我都只能默默承受着。我理解妻子，这么长时间每天都被孩子吵得头昏脑胀，还要承受着产后综合征的困扰，再好的耐心也早就耗光了。所以等到孩子们能送去幼儿园之后，妻子第一时间就提出了要出去上班。我心里并不同意这个办法，因为让老人来接送和照顾孩子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但我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，毕竟我的工资还是迟迟没有涨。多次找领导谈也无济于事。现在能多一个人赚钱也是好事。可是就在妻子重新上班2个月后，我所在的公司破产了。我也终于明白了领导迟迟不给我涨工资的原因，因为公司的资金流早就已经断了。能坚持给我们正常开工资，已经是老板最大的努力了。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。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妻子。妻子已经拿我婚礼时的承诺埋怨我很多次了。如果知道了我失业，不更得和我大吵一架？我只能选择瞒着妻子，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的开始找新的工作。但合适的工作哪有那么好找？不是公司嫌弃我年龄大，就是我嫌弃公司工资给的太少。这样一天天的拖下去也不是个事。为了赚钱养家，我只好放下了面子，开始送外卖挣钱。毕竟这一行虽然累一点，但是只要肯干，收入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我送餐的时候，竟然会意外地遇见了妻子，还是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。那天正是晚餐的高峰时段，我又接到了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订单。我到了商家取好餐，连忙按照地址赶了过去，想着送完这单，趁着高峰再多跑几单出来。到了收货地点后，我敲响了房门。你好，外卖。很快脚步声传来，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打开了房门。您的外卖，麻烦给个5星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职业笑容就僵在了脸上，因为我看清了这个女人的脸，竟然是常美婷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
按照刚才他给我发的消息，此时应该正在单位加班才对啊。见到我之后，他明显也愣住了。我们半天都没有说话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外卖有什么问题吗？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。屋里竟然还有一个男人，还称呼他亲爱的。这足够让我猜到事情的真相了。但我并没有当场爆发。我不想把这个丢人的事情闹大。我也希望妻子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愤怒地盯着他，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开。他似乎想要冲过来拉住我，但他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。此刻的我哪还有心情送餐？退出了软件，回到了家里。因为之前妻子说要加班，所以孩子们已经被爷爷奶奶接走了。我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不停地胡思乱想着。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只是因为钱的问题吗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10点了，外面已经彻底黑了下来，而妻子也终于回家了。见屋里漆黑一片，他以为我并没有回家，于是打开了灯。随着灯光的亮起，也照亮了此刻仍然坐在沙发上的我。妻子顿时被吓了一跳，因为此刻的我眼睛里已经充满了血丝，就像是一只疯狂的野兽死死地盯着他。这就是你说的加班吗？我的声音此刻也已经沙哑了。妻子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去送外卖？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？”常美婷，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，回答我。我站起身，冲着妻子大声吼着，与平时温文尔雅的样子大相径庭。见妻子张口结舌的样子，我继续吼道：“你是一个妻子，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。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？”面对我的质问，妻子终于恼羞成怒了：“你就是一个废物！我后悔当初怎么会看上你。我一直期待着能跟你过上好日子，可你呢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现在每天都得算计着过日子。我都已经多久没有给自己买过化妆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，你知道吗？”面对开始哭泣的妻子，我心中的怒气滞住了。我没想到妻子心中的怨气竟然这样重。我也确实没有注意到妻子所说的这些。可这些你完全可以跟我说，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啊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我就是想要有个人疼我，想要有个人能够给我想要的生活。这一刻，我感觉好像自己才是那个背叛了婚姻的人，气势上都弱了下来。但我随后又醒悟过来，我才是那个被伤害了的人。那我对你的好，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又算什么？我失业了都不敢告诉你，天天风吹日晒的去送外卖赚钱养家。
就是想要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，而这些你都没有看在眼里，如此轻易的就放弃了我们的爱吗？你陪在那个男人身边的时候，心不会痛吗？妻子不说话了，只是低着头，默默地流着泪。一段奇怪的宁静出现了，但还是被我残忍地打破。我们还是离婚吧。这种已经失去了信任的婚姻，我已经不想再持续了。既然他有了更好的选择，不如干脆成全他吧。妻子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你要跟我离婚？那咱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他们还这么小。你不想离婚？那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前，有没有想过这个结局呢？我已经猜到了妻子的想法，她只是放不下我这个又傻又愿意给她花钱的笨蛋罢了。可我还是爱你的，还爱咱们的孩子。此刻的我已经彻底冷静了。我觉得“爱”这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就是亵渎。最终，我还是和常美婷离婚了。我没有问他那个男人是谁，他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因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已经从心里背叛过的女人，就算她想要回归，我又如何能够相信她呢？按照离婚协议，2个孩子都跟了我，有父母帮忙照顾，我也并不会手忙脚乱的。孩子们也会跟我问起妈妈去哪了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好跟他们说妈妈病了，跟心有关的病。后记：几年之后，我又巧遇了常美婷。她的衣着光鲜亮丽，看起来过得还不错。她戴着一个大大的口罩，但是仍然遮挡不住脸上受伤的痕迹。哦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看来她过得并不好。不过又有谁知道呢？也许这才是她想要的好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